爱因斯坦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两者是独立存在的，时间就是时间，与空间没有任何关系。同时，1分钟就是1分钟，任何人经历的1分钟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爱因斯坦提出的全新时空观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他认为，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深度解读量子纠缠的本质。量子力学，很多人都听说过，但作为物理学上的前沿理论，大部分吃瓜群众并不了解量子力学到底讲了些什么。也正因为量子力学如此诡异，如此神奇，因此被很多人津津乐道，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别有用心的人拿量子力学来招摇撞骗。比如传说中的量子波动速读，就是典型的利用神奇的量子力学当噱头，欺骗家长们的钱袋子。说得很简单，让书本与人的大脑产生量子纠缠，就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即便是快速翻动书本，也能把书本里的知识全部装进大脑。招摇撞骗的人对于这种噱头可谓信心满满，甚至把量子纠缠现象解释为某种心灵感应，直击灵魂的存在，也抓住了人们对心灵感应的好奇心。很多人一看就能看穿，这完全就是欺骗的行当。但没有想到的是，很多家长竟然还是上当受骗。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家长，即便是某些宣称自己是科普的作者，也会把量子纠缠比作是心灵感应，其实这大大误导了普通的吃瓜群众。那么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到底是怎样的理论呢？量子力学虽然很诡异，直到目前科学家也未能完全弄明白量子力学，但不可否认的是，量子力学的确是一门非常严谨、非常精确的科学，它早已成为现代物理学大厦的基本基石之一，彻底统治了微观世界，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分子、原子、凝聚态物质，还有基本粒子的结构性质等。那么什么是量子纠缠呢？物理学上是这样定义的：当两个或多个粒子发生相互作用之后，单个粒子所拥有的属性综合为整体属性，这时候就无法单独描述每个粒子的性质，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性质。这就是量子纠缠现象。很显然，这种物理学上的定义并没有具体诠释量子纠缠，下面就尽量以通俗的语言来分析量子纠缠。在此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概念，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一开始也叫测不准原理，是由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1927年提出来的。简单来讲，不确定性原理指的是，我们无法同时确定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速度越是精确，位置就越不精确。反之，位置越精确，速度就越不精确。可以看出，不确定性原理与我们的宏观世界完全不同，违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认知。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任何物体的位置和速度都可以是确定的。比如说，你行走在马路上，大街上不断有车辆呼啸而过，我们完全可以确定汽车在某个瞬间的位置和速度，也可以利用雷达技术准确测量出汽车距离你有多远。不过一旦到了微观世界，一切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完全无法精确测量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信息，说白了，我们无法知道微观粒子到底在哪里。任何形式的观察其实都是间接观察，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不管我们观察任何东西，都需要借助光，被观察的物体必须能发光或者反光，光线进入到我们眼睛里，才能被我们看到。而要观察一个微观粒子是否带电，就需要用到磁场，利用微观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形式来判断微观粒子的带电属性。当然，这一切在宏观世界不会有任何物体，因为光线对宏观物体的影响太小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太阳光照射到一辆汽车上，太阳光的能量不可能推动小汽车，因为汽车的质量实在太大了。不过到了微观世界就不一样了，虽然光子没有净质量，能量也很小，但由于微观粒子的质量同样很小，光子就可能影响到微观粒子的状态，甚至把微观粒子到处乱窜。
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我们要测量微观粒子的精确位置，必须用波长更短的光。波长短意味着相邻波峰波谷之间的距离更短，光返回的范围就会很小，测量具体位置时就更精确。但这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麻烦，光的波长更短，意味着频率更高，能量更强，对微观粒子的扰动就会更大，结果就很难测量出粒子的精确速度。相反，如果我们想测量微观粒子的精确速度，必须用波长更长的光才行。不过波长更长也会导致我们无法测量粒子的精确位置。这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样，当我们试图测量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时，就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妥协，有所舍弃，不可能什么都得到。这样的解释好像没什么问题，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毕竟原本就是测不准，结果只能用概率去描述微观粒子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概率波或者波函数。同时，这种解释也意味着微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似乎并不是真的不确定，或许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其实是确定的，只是我们测量时根本无法准确测量出确定的结果而已。不过主流科学界并不认同上述更容易理解的诠释，而是更偏向于哥本哈根诠释。该诠释认为，微观粒子的不确定性是固有的，是量子世界的固有属性，与我们的任何测量手段都没有关系。微观世界就是不确定的，只能用概率波或者波函数去描述，而任何观测行为都会导致波函数坍缩，从不确定状态坍缩为固定状态，这时候的概率波也会变成一个确定的值。说白了，当我们不观察时，微观粒子的表现就像波，它们无处不在。而我们观察时看到的确定状态，其实只是我们恰恰看到微观粒子就在那里等我们。毕竟刚才说了，微观粒子无处不在，这样的话，不管我们如何观察，朝哪个地方观察，总能确定看到微观粒子在某个地方出现。微观粒子无处不在很难被我们接受，如果出现在宏观世界就让人更加疯狂了。这就像爱因斯坦用来质疑波尔的一句话不看月亮时，它就不在那里了吗？如果月亮是在微观世界，还真的不在那里，而是无处不在，像幽灵一样忽隐忽现，只有当我们观测的一瞬间才会发现月亮就在那里。这也是很多学者不愿意接受不确定性原理的主要原因，更愿意相信是人类的测量技术还不够发达导致的测不准。但是为什么主流科学界并不接受因为测量技术不发达导致的测不准这种观点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是理论上还是逻辑上，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微观粒子是不是真的不确定，因为任何测量技术不管有多发达，总是会有误差的。这种永远不可知让科学家很苦恼，更恐惧。反过来，哥本哈根诠释虽然看起来很诡异，也很简单粗暴，但起码诠释了量子世界的本质。再加上量子力学本来就很诡异，人们自然就更容易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推导出来了薛定谔方程，求解这个方程就可以得出微观粒子的波函数，也就是后来波恩提出的物理学意义的概率波。波恩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薛定谔方程并不容易理解，但也没有必要深入理解，只需要明白一点，薛定谔方程在量子世界的地位就相当于牛顿第二定律在宏观世界的地位就可以了。可以看出，薛定谔方程和波函数从数学上定义了微观世界的不确定性，而波恩定义了波函数的物理学意义，就是概率波。既然无论从数学上还是物理上都能很好诠释，主流物理学界没有理由不接受哥本哈根诠释。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其实所谓的波函数只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假设罢了，也可以认为是公理。波函数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说白了，科学家们也不知道为何量子世界中微观粒子的表现如此让人捉摸不定，
只能用波函数去描述微观粒子的行为规律，而任何形式的观测行为都会导致波函数发生坍缩。至于波函数到底为何会存在，观测行为为何又会导致波函数坍缩，科学家们也不知道，因为波函数本身就是一个假设，可以认为是完美的假设，也可以认为是公理。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就是建立在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这个两大假设的基础上创建的。话说回来，虽然薛定谔提出了伟大的薛定谔方程，按理说他应该是哥本哈根诠释的坚定支持者才对，但薛定谔和爱因斯坦一样，都是经典物理学的坚定拥护者，坚决反对哥本哈根诠释。薛定谔更是提出了一个著名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实验，这里就不再详述具体实验过程了。总之就是，如果量子世界真的存在不确定性和叠加态原理，那么被关在密闭箱子里的那只猫肯定处于既死又活的状态，只有当我们打开箱子进行观测的一瞬间，猫的状态才会发生坍缩，从既死又活的叠加态坍缩为要么死要么活的唯一固定状态。显然，这样的猫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该如何解释这个思想实验呢？由此延伸出了多世界假说，还有之后的退相干理论。总之，哥本哈根学派坚持认为微观世界是不确定性，那里的一切都只能用概率去描述。爱因斯坦等人当然不信哥本哈根学派那一套，尤其是爱因斯坦，他坚持认为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一定有某种隐变量还没有被发现。让爱因斯坦更难以接受的还有量子纠缠现象，由于量子纠缠看起来是瞬时完成的，速度远超光速，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开头也说了，当两个或多个粒子发生作用后，就会发生纠缠，也就是量子纠缠。举个例子，物质发生衰变，可能衰变为一个电子和反电子，也就是正电子。这时候的电子和正电子就处于某种意义上的纠缠状态，因为两者是都同一个系统里分离出来的。这时候的电子与正电子的运动方向就是相反的，受到的合力为零，自旋方向也是相反的。至于电子和正电子谁的自旋向上，谁的向下，只有通过观测才知道。这也是哥本哈根学派的诠释，认为纠缠中的粒子的自旋方式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不确定性原理的直接体现。也就是说，在被观测之前，纠缠中的粒子，比如说电子和正电子的自旋方向其实是处于某种叠加态，也就是自旋方式同时处于向上和向下的叠加状态。这种解释让爱因斯坦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这就像我们掷硬币时，当硬币在空中向下落时，我们并不知道硬币是朝上还是朝下，也就是硬币的朝向是不确定的。但这种不确定与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有本质区别。硬币状态的不确定，准确来讲是我们不知道，严格来讲，硬币在某个时刻的朝向是确定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再打个比方，一副手套分别被装在两个密封的盒子里，在打开盒子之前，虽然我们不知道盒子里到底是左手套还是右手套，但手套的状态肯定是确定的。爱因斯坦就是这样理解的。不过在哥本哈根学派看来，无论是硬币还是手套，状态真的是不确定的，严格来讲是处于叠加态，也就是说，空中的硬币同时处于朝上和朝下的叠加态，而手套也同时处于既是左手套又是右手套的叠加态。只有我们观测的一瞬间，硬币和手套的状态才会发生坍缩，从而确定下来。当我们观测到其中一只手套是左手套时，另外一只手套的状态就会立刻从叠加态坍缩为本征态，也就是固定状态。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左手套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告诉了右手套，我已经是左手套了，你赶紧发生坍缩，
从叠加态坍缩为右手套。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神秘的方式到底是什么？也就是爱因斯坦眼里的超距作用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给人的感觉好像量子纠缠能完全无视现有大自然法则，甚至看起来完全超过了光速，甚至能达到光速的10000倍。要知道，光速限制是相对论的基础，如果光速限制被打破了，相对论自然就不成立了。所以爱因斯坦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量子纠缠，于是就有了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波尔之间的长达数年的辩论。这个辩论一直持续到爱因斯坦去世也没见分晓。直到20世纪6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约翰贝尔提出了一个可检验量子力学的方法，通过实验来验证。结果都表明，量子纠缠的速度的确远超光速，量子力学是正确的。还有著名的贝尔不等式，这里就不再详述了。总之就是，如果贝尔不等式成立，意味着爱因斯坦提出的局域性隐变量的确可能存在量子力学里。说白了，光速限制同样适用量子力学。如果贝尔不等式不成立，意味着局域性隐变量在量子力学并不存在。结果表明，贝尔不等式确实不成立，也就是说，隐变量是不存在的。哥本哈根学派笑到了最后，爱因斯坦错了，起码目前是这样的。那么，既然量子纠缠速度远超光速10000倍，是不是意味着相对论就被推翻了呢？显然不是，因为哥本哈根学派所谓的量子纠缠，纠缠中的粒子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信息上的沟通，也就是说，量子纠缠过程并不会传递任何信息，因此并不违反相对论。由于量子纠缠不能传递信息，所以我们当然无法利用量子纠缠实现瞬间移动，与所谓的灵魂和第六感更扯不上关系。那么，如今非常火热的量子通信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讲，量子通信其实并不是利用量子来传递信息，而是利用叠加态和量子纠缠效应实现量子隐形传态和量子密钥分发。说白了，就是给信息加密，让信息更安全，无法被破解。通过卫星传递信号的过程中，传统的信息加密方式我们都知道，就是给信息加密，密码越复杂，被破解的几率越小。但无论密码有多复杂，都可能被破解，而且破解之后，发送和接收信息的人都不知道。而用量子纠缠给信息加密就完全不一样了。一方面，量子纠缠生成的密码是随机的，注意这里的随机是绝对的随机，而我们现实中所谓的随机其实都是伪随机，本质上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就连你头脑中随便想出来的几个数字其实都不是随机的。既然密码是完全随机的，意味着在观测之前连发送者都不知道密码是什么，当然就无法破解了。另一方面，一旦任何人试图窃取信息，破解密码，试图会让纠缠中的粒子发生坍缩，无论是信息发送者还是接收者，瞬间就知道有人在窃取信息，然后就可以快速做出反应。除了量子通信之外，其实量子力学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还有很多，比如说电脑手机中的芯片、电子隧道显微镜，甚至太阳本身的发光发热都涉及量子力学。总结就是，尽管量子力学很诡异，很不可思议，但我们不能否则量子力学确实是一门非常精准的科学。人类还没有参透量子力学的本质和底层逻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更好地让量子力学为人类服务。这就像古代人类并不知道引力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并不妨碍古代人类利用地球引力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到这里，你或许应该明白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又或许看完之后，你的疑惑更多了。没有关系，所谓知道的越多，也就越无知。当然，这里的无知并不是贬义词，恰恰是那些真正无知的人才不愿意改变，更不愿意接受任何新鲜的事物，
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观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超越光速到底能不能回到过去。时间和空间时刻在我们身边如影随形，但是时间和空间给我们的感觉又是如此虚幻，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却是万物存在的根本。万物存在于这个世界里，其实就是存在时间和空间当中，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不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本质，尤其是时间的本质，直到今天人类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尤其是在爱因斯坦提出了全新的时空观之后，时间和空间似乎变得更加诡异。爱因斯坦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两者是独立存在的，时间就是时间，与空间没有任何关系。同时，1分钟就是1分钟，任何人经历的1分钟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爱因斯坦提出的全新时空观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他认为，我们所在的时空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说白了，任何人感受到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不一样的。同时，时间和空间并不能独立存在，两者是有机的整体，必须同时存在，这也就是所谓四维时空的概念。任何把时间和空间分开讨论的行为，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按照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速度越快，时间就越慢，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时间膨胀效应或者中慢效应。理论上讲，当物体的速度达到光速，时间将会静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如果物体的速度超过光速，时间就会倒流了呢？单纯从时间膨胀公式来看，如果物体速度达到光速，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虚数，这对于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也不意味着时间就是倒流。实际上，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静止超光速，宇宙的极限速度就是光速。具体来讲就是，对于任何具有静质量的物体来讲，只有尽可能接近光速，不可能达到甚至超过光速。很多人想不通，速度怎么会影响时间呢？速度和时间本应该是两个不相干的物理量，两者怎么有如此联系呢？下面来具体讲讲速度与时间之间的关系。首先来看速度的计算公式，距离除以时间，而距离也是空间。于是速度就等于空间除以时间。看起来速度确实与时间和空间都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就是简单的数学计算关系，并不代表速度会影响时间流逝的快慢。别着急，接下来我们慢慢分析，一切深入到速度、时间和空间的本质。首先，速度都是相对的，任何速度都应该是这样的，都必须有一个参照系才有意义。这一点很好理解，非常符合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说的速度，通常都是默认以地面为参照系，当然也没有必要刻意指出来，那会显得有点多余。比如说，高速公路上都会有限速标志，通常都是限速120公里，而这个速度就是相对地面的速度。由于速度是以参照系为基础的，所以速度是相对的，也是随时可以变化的，根据不同的参照系而发生变化。这点同样也很好理解。还拿行驶的小汽车来举例说明。你和朋友驾驶一辆小汽车以100公里的速度行驶，我静止在点上。在我眼里，你的速度很快，但是你朋友眼里，你完全没有速度，你的速度为0，你一直处于静止状态。其实这就是相对速度简单的叠加，不同的参照系下计算出来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再次说明了速度必须有参照系才有意义。但是光速就是显得很特别的，它完全就是一个例外，这也是光速霸道的地方。无论如何选择参照系，也无论在任何运动状态下测量光速，最终测量到的速度都保持不变。实际上，这就是光速不变原理。该原理表明光速是绝对的，在任何参照系下都保持不变。光速的这种特殊性完全颠覆了我们对速度的传统认知。
举个例子就明白光速不变到底有多不可思议了。某天晚上，你驾驶一辆小汽车在大街上行驶，我静止在路边。对于你来讲，车灯发出的光的速度是多少呢？很明显，就是光速。这很好理解，也是简单的速度叠加的计算，相当于小汽车不停地发射出光子弹，相对于汽车的速度当然是光速。不管小汽车的速度多快，你看到的光的速度都会保持光速不变。但是对于我来讲呢，在我眼里，车灯发出的光的速度是多少呢？如果按照相对速度的计算方式，在我眼里，车灯发出的光的速度应该是汽车的速度 v 加上光的速度 c， 也就是 v 加 c 才对。毕竟在我看来，汽车好像给了光一个额外的推动力。这就好比你在火车上顺着火车行驶的方向奔跑，那么对于静止在地面上的我来讲，你的速度就等于火车的速度加上你奔跑的速度，这很好理解，也很符合常识。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事实上在我眼里，车灯发出的光的速度并不是 v 加 c， 而仍旧是光速。而且不管汽车的速度有多快，哪怕以 0.99 倍光速行驶，车灯发出的光的速度仍旧是光速。这就奇怪了，你以 0.99 倍光速飞速行驶，而我静止在地面上，我们俩看到的同一束光的速度竟然是相同的，按理说不应该这样。但这种看起奇怪的现象的确出现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为了保持光速在你和我眼里的绝对一致性，你和我经历的某些东西一定会发生相应改变，只有这样才能时刻迎合光速的这种绝对性。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刚开始所说的时间和空间。速度并不是空间除以时间这样的简单数学计算，同时速度还会直接影响时间和空间。通俗来讲，就是让时间变慢或者变快，空间缩短或者拉长，时间和空间能完美协调一致，最终的目的就是保证光速的绝对性。通俗来讲，就是要想保证光速绝对不变，那么时间和空间就不能是绝对的，两者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来迎合霸道的光速。也就是说， 0.99 倍光速行驶的你，静止的我们两人看到的同一束光的速度之所以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你和我经历了完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说白了，你经历的时间和我经历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由于时间和空间是有机的整体，当然空间也是不一样的。只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历的速度与光速相比实在太小了，速度对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改变。假设你能感受到任何微小的改变，你就会看到大街上行驶的小汽车缩短了，汽车内的时间流逝速度也变慢了。当然，现实中的我们是不可能感受到如此微小的变化的。时间和空间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也再次表明了时间和空间的有机整体，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起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四维时空结构。同时也表明了四维时空是很具有弹性的，四维时空能不断的变化，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光速的绝对不变性。这就是光速不变原理，也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前提之一。不要小看光速不变原理，当时有多少物理学界大佬倒在了光速不变原理上面。事实上，在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之前，洛伦兹、庞加莱等物理学界大佬已经无限接近相对论了。洛伦兹甚至意识到了高速飞行的物体长度会变短，也就是尺缩效应。但是洛伦兹和庞加莱等人始终不愿放弃绝对时空观，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相信光速不变原理下的相对时空观，于是与狭义相对论失之交臂，始终没有捅破通向狭义相对论的那层窗户纸。光速不变原理确实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这个原理意味着，无论如何都你不可能追上一束光，不但追不上，你与光的相对速度一致会保持光速。
即便你以 0.99 倍光速的速度追赶一束光，在你眼里，这束光的速度仍旧是光速，而不是 0.01 倍光速。速度会影响时间流逝的速度，绝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早就应用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很多人平时都会开车上下班，开车的时候离不开导航系统。可能你并不知道，导航系统的工作原理就离不开时间膨胀效应。导航时，我们需要依靠天上的卫星，而由于天上的卫星速度较快，所以时间就会较慢。当然，速度并非影响时间的唯一因素，引力也会影响时间。根据狭义相对论，卫星时间比地面慢7微秒，而根据广义相对论，卫星时间比地面快45微秒。综合起来，卫星时间比地面快38微秒。所以必须对卫星时间进行校正，否则导航系统就会彻底失效。虽然1微秒只有100万分之1秒，38微秒看起来只是短暂一瞬间，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由于导航系统对精准度要求很高，而38微秒看起来也确实很短，但长时间累积之后，误差就会非常大了。速度影响时间的流逝，速度越来越快，时间就越来越慢。也就是说，速度就是时间的暂停键。理论上讲，当速度来到光速，时间就停止了。说时间停止其实是不严谨的，严格来讲，如果一个物体的速度达到光速，就不存在时间概念了。实际上这个物体就会化作一束光，不可能完好存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光本身来讲，其实是没有时间概念的。这也说明了一点，光可以瞬间跨越任何遥远的距离，哪怕是宇宙的边缘，光也可以瞬间到达。你可能会提出质疑，我们不是经常说太阳光到达地球大约需要8分钟时间吗？这不矛盾了吗？两者其实并不矛盾。所谓的8分钟只是在人类眼里，太阳光飞到地球花费了8分钟时间，以地球为参照系。但对于太阳光本身来讲，没有花费任何时间，因为光本身就没有时间概念。如果光有意识，它完全不知道时间到底是什么。就好比你试图向一个先天性失明的人解释红色一种什么颜色一样，他肯定会一脸懵逼，甚至会问你颜色是什么东西。因为对于一个先天性失明的人来讲，根本就没有任何颜色的概念。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时间膨胀效应，速度越快，时间就越慢。这里的时间变慢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相对别的参照系来讲，时间变慢了，而不是自己的时间变慢了。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证明的双生子杨谬。一对双胞胎，弟弟留在地球上，哥哥乘坐飞船以亚光速离开地球。几年之后，哥哥重返地球，会发现弟弟已经成为老人了，而自己仍旧年轻。当然，哥哥乘坐的飞船必须非常接近光速才行，才能有明显的时间膨胀效应。出现这种结果很容易解释，因为哥哥以亚光速离开地球，他的时间相对地球来讲就会变慢，所以当哥哥重返地球后，会发现地球时间变快了，好像穿越到了地球的未来。但是对于哥哥本身来讲，他自己无法感受到时间变慢。也就是说，如果飞船完全封闭，哥哥无法看到飞船外面的世界，那么不管飞船的速度有多快，哥哥在飞船里对时间的感受与在地球上对时间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哥哥感受到的只有他自己的时间，也就是本征时间。本征时间就像是装在自己口袋里的钟表一样，每个人的本征时间都不会改变，而且我们只需要为本征时间负责，他人的时间与自己无关。不过这里也会有一个问题，在弟弟眼里，哥哥以亚光速离开地球，由于速度是相对的，那么在哥哥眼里，弟弟同样也在以亚光速离开飞船。这意味着在哥哥眼里，弟弟的时间也变慢了。结果就是弟弟看到哥哥的时间变慢了，而哥哥觉得弟弟的时间变慢了。到底谁的时间变慢了呢？弟弟和哥哥到底谁对谁错？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矛盾。
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弟弟和哥哥都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无论是弟弟还是哥哥，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参照系下观察到的结果，两人处在不同的参照系，而不同参照系下的对比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刚才也说了，每个人只需要为本征时间负责，也就是为自己的时间负责。弟弟和哥哥正是在为各自的本征时间负责。弟弟完全不需要考虑哥哥对时间的感受，说白了，哥哥对时间的感受对于弟弟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反之也是一样。再举个例子，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只需要为地球时间负责，生活在数万光年外的外星人或许有完全不同的时间感受，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即便是外星人的一天，真的相当于地球时间的一年，也代表不了什么。因为不同参照系的时间对比本来就没有意义，只有两个时间重回同一参照系，再进行时间对比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哥哥和弟弟重新回到同一个参照系，再对比他们的时间才有意义。如果哥哥永远不返回地球，两人一直处在不同的参照系下，他们之间的时间对比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让哥哥和弟弟重回同一参照系呢？很简单，哥哥返回地球就行了。当哥哥返回地球之后，我们会发现时间变慢的是哥哥，而不是弟弟。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可以用狭义相对论来分析计算，只不过分析过程非常麻烦，因为狭义相对论是以惯性系为基础的，而哥哥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势必会经历减速和加速过程，这时候就不是惯性系了，意味着狭义相对论不再适用了，需要用到广义相对论。实际上，如果非用狭义相对论也不是不可以。正如上面所说，会很麻烦。我们可以把哥哥减速加速的过程分解成无数个短暂的瞬间，每个瞬间就相当于一个惯性系。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微积分的概念，所以会相当复杂。而用广义相对论就很好解释了。哥哥在减速加速的过程势必会产生加速度，产生强大的惯性质量，而根据等效原理，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等效，这就相当于哥哥经历了强大的引力场，而引力会使时间变慢。所以哥哥返回地球之后，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变慢了，而地球时间变快了。以上就是速度、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关系。看似复杂，其实总结起来也很简单，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霸道的光速。光速的霸道行为意味着时间和空间必须为之付出代价，两者必须共同协作，不断迎合光速的绝对性。也就是说，光速和四维时空是息息相关的，也可以认为光速就是四维时空的固有属性，只要在四维时空里，光速就是不可超越的。言外之意，如果你想通过超越光速的方式回到过去，也不是不可以，但不是在四维时空里超越光速，而是在其他维度，比如说5维度或者更高维的时空里超越光速。甚至在更高的维度里，最低的速度就是光速，所有的物体必须以超光速飞行。但这样的高维度时空真的存在吗？这又是一个大问题。高维度时空目前更多的只是停留在科幻层面，很难从科学的层面去详细描述。总结，在我们的四维时空里，光速是不可超越的。如果你想超越光速，那就请滚出四维时空。至于最终会去往哪里，那就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了，因为那时的你已经完全处于另一个世界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你已经到达一个神仙世界，与我们的凡人世界毫不相干。